曹大宇买了一朵玫瑰花，想给妻子一个惊喜。可面对丈夫的热情，朱丽华的视线却并未从电脑上移开。曹大宇好奇妻子在忙什么，于是就看向了电脑，没想到却看到妻子跟陌生男人暧昧的聊天内容。对方夸朱丽华有能力，人长得还漂亮。朱丽华马上回了个调皮的表情。曹大宇见状顿时震惊了，看到对方说就想找一个像妻子这样的女朋友时，心里更是怒火中烧，他的脸色霎时阴冷了起来。此时的朱丽华还不知道，一场难醒的噩梦已在前方等着他。曹大宇来到大厅后，竟拿着一把锋利的剪刀，不停地将心中的不满发泄在面前的报纸上。而这时朱丽华也忙完了，想喊曹大宇吃饭，却看到了这瘆人的一幕。但朱丽华很快就被桌上的玫瑰花吸引了，殊不知自己的丈夫身上正藏着一颗定时炸弹，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竟彻底引爆了这颗炸弹。由于家里的纸皮堆积多了，朱丽华就叫来了收废品的老哥。老哥希望朱丽华下次还叫他来收，朱丽华笑着答应了。可没想到，就这简单的闲聊，曹大宇见到后又吃味了起来。听到朱丽华热情地跟老哥告别，他更是彻底暴走。当朱丽华说自己已经跟人约好，要到单位跟同事碰面商量事情的时候，曹大宇当即嘲讽说：“原来朱丽华还是个大红人。”朱丽华顿感不解，说曹大宇说话阴阳怪气的。而曹大宇的话则是越来越难听，指责说就朱丽华那副德行，他说话的语气还算客气的。朱丽华越听越莫名其妙，索性不理曹大宇，准备出门。结果曹大宇却拍案而起，怒斥朱丽华犯错还有理了。还没等朱丽华反应过来，曹大宇又挑明了说，今天一回来就看到朱丽华在电脑 QQ 上和相好的聊天。可没想到朱丽华闻言却笑了起来，说 QQ 上的那个人是自己的同事，等下要见的也是这个人，大家聊天的时候偶尔开开玩笑而已。朱丽华叫曹大宇不要当真，可曹大宇却不依不饶，怒吼说不当真的话，自己的老婆就要被人拐跑了。话说到这里，朱丽华只当丈夫是简单的吃醋，可曹大宇竟又继续怒斥朱丽华，对一个收破烂的都眉来眼去，他的笑就那么不值钱，现在当着我的面都敢这样，背着我的时候还指不定是什么样的。朱丽华闻言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骂了曹大宇一句太过分后，就想拿起包包外出，不料却被曹大宇拦住了。曹大宇质疑朱丽华是急不可耐，要出去跟人约会，愤怒地将朱丽华甩到了沙发上，紧跟着就是一顿无情的家暴。曹大宇一边打一边还谩骂朱丽华勾搭别人，等发泄完了又开始安慰朱丽华，让朱丽华以后一定要听他的话。朱丽华做梦都想不到，结婚还没2天，自己的生活就堕入了冰窟。不久前，认识才2个月的曹大宇和朱丽华，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喜结连理。朱丽华认定曹大宇是自己的理想伴侣，而曹大宇对朱丽华也是宠爱有加，直接将家里的财政大权交给了朱丽华。说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他却感觉两人已经处了一辈子了。朱丽华闻言顿时沉浸在幸福中，可他万万料不到，这才2天，曹大宇就暴露了本性。为了不让父母担心，朱丽华在回门这天将自己的情绪隐藏了起来。朱母看到女儿春光满面的样子，心里也不禁乐开了花。然而当他亲切地拉过女儿的手时，却发现朱丽华的胳膊下青了一大块。朱母立马询问是怎么回事，朱丽华马上轻描淡写地说母亲大惊小怪，这是自己干活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的。可朱母却越想越不对劲，急忙追问朱丽华曹大宇对她好不好，可得到的却是肯定的答复。而在外头听到动静的曹大宇第一时间赶了进来，对着丈母娘就殷勤表现了起来，说以后家里有什么活招呼一声就行，毕竟一个女婿半个儿子，以后他和丽华一定会好好孝敬二老。朱母闻言便不好再问朱丽华，看着小两口手挽手离去，朱母的心却始终不曾放下。她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老伴，可朱父却觉得曹大宇挺好的，是朱母想多了。殊不知自己的女儿正处在水深火热中。这天曹大宇外出回来，刚想呼喊朱丽华，却隐隐听到卧室内传来妻子的欢笑声。曹大宇顿时疑心四起，偷偷靠近卧室门，结果却看到朱丽华眉开眼笑的和其他男人约好下午见面。见朱丽华挂掉了电话，曹大宇当即快步进来，阴阳怪气地说，是不是他回来的不是时候？朱丽华闻言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赶忙强装镇定地说，饭已经好了，端来就可以吃了。不料却被曹大宇拦住了。曹大宇瞪着眼睛说，这回抓到朱丽华的现行了，刚才跟人聊得那么开心，现在见到他就不笑了。朱丽华闻言紧张地解释说，刚才他是给同事打电话说工作上的事。可曹大宇却怒吼着质问朱丽华，跟同事聊工作至于那么高兴吗？至于关门吗？朱丽华听完慢慢受不了，
小声指责了曹大宇一句“别疑神疑鬼”后，就出去准备饭菜了。可朱丽华不知道，曹大宇竟偷偷查看他的手机，结果就看到了同事约见面的短信。看到对方叫妻子美女，曹大宇的怒火瞬间爆发了，觉得自己抓到了朱丽华的出轨证据，冷嘲热讽地让朱丽华带他一起约会。被偷看隐私的朱丽华终于忍不住反击道：“曹大宇，你非要这么说，那他就真的出去勾引一个男人。”不料却被曹大宇一把抓住了头发，并甩到了床上。等待朱丽华的又是一顿拳打脚踢。曹大宇发泄完后，又赶紧拿零食和新买的睡衣安慰朱丽华。这睡衣是曹大宇一大早出去给朱丽华买的，可他没想到一回来就听见朱丽华和其他男人有说有笑。有说有笑就算了，朱丽华还成心气，他说要去勾引其他男人，他这才无法自控，动手打人。此时的曹大宇不仅没意识到家暴的错误，还将责任推到朱丽华身上，却不知道这次朱丽华再也无法忍受，遍体鳞伤地跑回了娘家。朱家老两口这才知道，自从结婚后，自己的女儿经常遭受曹大宇的家暴。朱丽华之所以一直隐忍，是不想让父母担心。二老听完顿时心疼不已，当即劝朱丽华离婚。可朱丽华听到离婚2个字却惊恐不已。原来他跟曹大宇提过离婚，可曹大宇却威胁说，如果离婚就杀了朱丽华全家，真要离婚也只能他提出来，朱丽华不准提。老两口闻言顿时是怒不可遏。当曹大宇来求朱丽华回去的时候，一个好脸色都没给。朱母说，既然曹大宇看不上我家丽华，还是离婚算了。曹大宇闻言顿时害怕了，当即跪求朱母的原谅，保证说以后一定会好好对朱丽华，不会再动手打人。见二老没说话，曹大宇马上狂扇自己的耳光，并大声哀求礼物的朱丽华给他一次机会。一番痛彻心扉的忏悔下，老两口顿时心软了下来。朱父开口说给曹大宇一个机会，年轻人难免犯点错。曹大宇闻言顿时如获大赦，连忙承诺说再也不打朱丽华了，往后就看他的实际行动。最终，朱丽华在父母的劝说下，又回到了曹大宇身边。有父母当后盾，朱丽华以为自己的婚姻能有所改善，不料接下来的一场意外，却将她彻底推入了深渊。这天，朱丽华同学聚会回来，曹大宇一脸热情地让她坐下，可没想到朱丽华刚放下包包，就被曹大宇泼了一脸的酒。曹大宇又阴阳怪气地质问朱丽华，跟老同学聊得怎么样？天还没黑，怎么就回来了？朱丽华听出了话里的意思，怒斥曹大宇有病，说他去参加同学聚会。曹大宇是知道的，前2天刚跟他妈保证过，不再疑神疑鬼的。不料一提到朱母，曹大宇却更加恼怒，说那次朱丽华离家出走，并没有马上回娘家。曹大宇赶到朱家后，也根本没看到朱丽华。对此，朱丽华解释，当时自己是跑去办公室了。然而曹大宇却根本不信，他怀疑朱丽华去外边找野汉子去了。朱丽华闻言再也忍受不了，骂了曹大宇一声变态后就想离开，结果又被曹大宇拦住了。朱丽华骂曹大宇是个疯子，曹大宇则怒吼说自己确实疯了，哪个男人戴绿帽子不疯？曹大宇显然已经认定妻子早已出轨，不管朱丽华如何哀求否认，他都不相信。曹大宇还警告朱丽华，从明天开始就辞职，别再上班，省得一天到晚和不三不四的男人在一起。见朱丽华不答应，曹大宇抬手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。可看到朱丽华嘴角渗出的鲜血后，曹大宇瞬间又慌了。自己前2天刚答应岳父岳母不再打人，曹大宇急忙拿出医药箱，想给朱丽华上药。可朱丽华对曹大宇却彻底死心，再次提出了离婚，说不离婚的话，自己总有一天会被打死。曹大宇闻言第一时间认错，发誓自己绝对会改。但朱丽华并没有理会，而是到卧室收拾行李，准备回娘家。曹大宇见状，立马将衣服甩到了地上，警告朱丽华说，如果再提离婚，他就下死手。可这次朱丽华却毫不畏惧，说打死也要离，而这也彻底激怒了曹大宇。曹大宇的拳头很快如雨点般向朱丽华倾泻而去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狠。但这次朱丽华是铁了心要摆脱这种地狱般的生活。待曹大宇熟睡后，朱丽华想趁着夜色逃走，却没想到曹大宇这次的殴打让自己受了很重的内伤。朱丽华甚至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，摔倒在了地板上。但她没有就此放弃，而是拖着身体咬紧牙关离开了曹家。短短几百米的路程，朱丽华却似乎走过了无数个日夜更替。当朱丽华步履蹒跚地来到家门口时，她的脸上已经毫无血色。靠着意志力，她在晕倒前用尽力气拍响了家门。朱家老两口发现重伤垂危的朱丽华后，顿感难以置信。女儿才刚离开娘家2天，再回来竟变成如此凄惨的模样。
两人很快将朱丽华送到了村里的卫生所，结果却被告知伤得太重，需要转到大医院抢救。老两口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送到医院后，抢救很快开始了，可朱丽华的情况却不容乐观，已经到了心脏衰竭的程度。参与抢救的医生对朱丽华身上的伤都感到难以置信。二老知道女儿的伤情后，难以抑制的不安顿时涌上心头。看着抢救室不停的有护士医生进出，却始终没带出好消息，他们的心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。抢救一直持续到了深夜，可两个老人等到的竟是病危通知书。朱母看到后瞬间瘫倒，此刻她是后悔莫及，抱头痛哭。当初朱丽华认识曹大宇还没2个月就结婚，朱母就曾提出过心里的担忧，担心女儿受委屈，没想到竟一语成谶。而此时曹大宇才姗姗来迟，看清通知书上的内容后，他也彻底慌了，哀求医生一定要救活自己的妻子。可直到现在，曹大宇竟仍觉得自己深爱着朱丽华，只是朱丽华太爱招惹其他男人，他无法控制自己，才演变成如今这般。殊不知是自己的自私以及极度变态的占有欲，才使夫妻俩的婚姻变成了炼狱。朱丽华曾有自救的机会，可一次次的忍让和侥幸心理，却助长了曹大宇的恶行。最终，朱丽华流下最后一滴悔恨的泪水后，草草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，实在令人唏嘘不已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